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我就是不忍心啊！叫你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你偏要做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啊，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？来人，拿家法！老爷，少东家也是一片善心。老爷，其实少东家也没什么错。吴平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个商号的掌柜，你做这些事儿的确没什么错。但你今天是东院的少东家呀，你日后要统领吴家东院的，结果呢？你只看眼前是非，你不谋全局，不谋万事，那你就错大了你。任凭爹处置。老爷，你要打就打我好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的错我来认，你没必要替我受过。不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爹，是我撺掇吴平施粥的，是我逼他开了粮仓，鼓动学徒房的学徒去帮忙的，也是我。原来是你在背后蛊惑吴平的。是。那么说，你还是违背我的命令，继续在外面抛头露面？是。我要你谨小慎微，修身养性，你还是置之不理，当耳边风。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一错再错，那就休怪我吴家东院无情了。来人，拿纸笔。爹，拿纸笔干什么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写休书吧你。爹不能。周英，快给爹认错，快！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。但施粥济贫，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。你目无尊长，不守妇道，不思悔改，无法无天，你还敢说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写吧。你知道休书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院呗。那你还吴平，你还啰嗦什么？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？爹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留下来。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院多么稀罕。是，你们是有钱，但为富不仁，我也瞧不上。给我轰出去！不用你轰，我自己走。少奶奶，小，哎，您找我？前2天在院子里，我给了您个小包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包袱呢？在我房里收着呢。帮我拿来。好。爹骂我个几句，打我几下，也就过去了，何苦要跳出来呢？嘿，施粥这事儿，本来就有我一份。但你也没必要和他争执。现在事情闹大了，他逼着我，非要休了你。
没事儿，修就修呗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我就这么不堪，让你宁可被休，也不愿意留下来？少奶奶，你的包袱。你早就想走？是，我早就想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走了，对所有人都好，既能成全你和胡咏梅，东院也能回归清静，我自己也能落得自由自在。我和胡咏梅？那天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，我都听到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说，你们俩很相爱，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。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听到你说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不起他。是，我是错了，但并不是错在我娶了你，而是错在我承诺过他要一辈子对他好。我的确是对不起他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娶她，而是因为我很高兴我娶的人不是她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和我成亲的人是你而不是他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！就在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爱的人不是他，是你。可是你们以前不是？以前，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我告诉我自己要爱她、敬她。可是后来你出现了。虽然你只是个丫头，但是我就是愿意和你待在一起。你胡说八道，我觉得有趣；你闯祸，我觉得可爱。就算你骗了我，我也没办法对你生气。当你跟我说你要走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我有多么的舍不得吗？那个时候，我不应该爱你，但是我爱上你了。可是你娘觉得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你，配得上吴家东院，还有你爹。周颖，如果我没有昏迷，如果胡家没有悔婚，那我娶了胡咏梅也就娶了，我这辈子也就那样了。可是现在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管爹说什么，娘说什么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这一辈子，我不要跟你分开。
对我的感觉跟我对你的是一样的话，那就别走。别让我休了你，好吗？